果老年人也保持同房的习惯，谁受益更多？医生给你说清楚。宋大妈今年67岁，退休后和老伴张叔叔在家过着平静的日子。年轻时，张叔叔一直忙于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亲密时间少得可怜。现在两人都闲下来了，张叔叔反而开始对亲密时刻有了更多兴趣，可宋大妈却有些力不从心。张叔叔时常开口，宋大妈却觉得心累，担心自己身体吃不消。有一次，宋大妈到社区医院体检，忍不住和医生说起了自己的困扰。医生笑了笑，告诉她，其实适度的亲密关系对你们的健康都有好处。听医生这么一说，宋大妈有些意外，没想到原来亲密时刻还有这么多健康益处。医生还告诉她，不用过于频繁，找到适合自己身体的节奏才是关键。回家后，宋大妈不再觉得这个话题难以启齿了。那么，老年夫妻适度保持亲密关系，究竟是谁受益更多呢？一，老年人也需要亲密时刻。提到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的是健康、陪伴和娱乐，但却很少有人谈及他们的亲密需求。老年人真的不需要亲密时刻吗？其实，医生们发现，适当的性生活对老年人并不是多余的需求，反而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身心益处，帮他们度过更健康、更愉悦的晚年生活。从身体的角度看，性需求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人类的基本需求。随着年龄增长，性需求确实会减弱，但不会消失。许多研究表明，老年人仍然会有亲密需求，甚至有些老年人对性生活依然抱有期待。很多人觉得，既然岁数大了，性需求该放下了，但事实上，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性生活依然是对健康有益的活动。另外，老年人的亲密时刻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需要，更是情感的需求。老年夫妻常年相伴，彼此之间的依赖和亲密关系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适当的亲密互动能让老年人觉得自己还是被珍视的，自己的存在对另一半仍然很重要。可能很多子女觉得长辈们不该谈这种事，有些老年人自己也觉得不体面，因此对亲密需求避而不谈。但医生们强调，性需求是自然需求，和年龄无关，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也完全有权利去追求幸福。当然，医生也提醒，不同老年人之间的性需求差异较大，不是每位老年人都有相同的亲密需求。对于有健康困扰的老年人，性生活频率和方式需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调整，一切应以安全和舒适为前提，避免因追求亲密时刻而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总的来说，老年人的亲密需求不仅合理，而且对身体和情感都大有裨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老年人的这一需求，用更开明的态度看待长辈们的晚年生活。也祝愿老年人能够在亲密关系中享受健康和快乐的晚年时光。二，谁从老年人的亲密关系中受益？老年人保持亲密关系，究竟谁获益更多？是丈夫、妻子，还是夫妻双方共同的福祉？其实，亲密关系对丈夫来说，亲密时刻能让他感受到自己依然被伴侣接纳和需要，这是他继续保持自信的重要来源。进入晚年，许多男性面临身体机能减弱、精力下降的挑战。适度的亲密互动能帮助他减轻焦虑，保持心理健康。身体层面上，科学研究表明，适度的亲密关系有助于男性保持健康的前列腺功能，减缓衰老速度。从女性的角度看，亲密关系带来的好处也很明显。很多女性在进入晚年后，会出现荷尔蒙波动、情绪低落等现象。适度的亲密关系可以通过激素调节，帮助她缓解更年期带来的不适感。这种亲密互动不仅让她在生理上获得舒适，还能在情感上增加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最重要的是，老年人的亲密关系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身心健康和情感联系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许多老年夫妻来说，这种老伴的亲密关系让他们能在生活中找到归属感，也能在生活的起伏中感到安心。适度的亲密互动能增加夫妻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日常琐事带来的冲突。正因为两人有了亲密的互动，他们在面对问题时会更加包容，更有耐心。这种他们共享的亲密关系，帮助夫妻双方建立了一个情感纽带，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更加彼此依赖，增强幸福感。无论是对他还是他们，
亲密关系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它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理的满足，更是夫妻双方共同享有的幸福密码。医生们一致建议，只要身体允许，保持适度的亲密关系，对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3. 性生活对老年人健康有何帮助？对很多人来说，老年人的性生活是个少有人提及的话题。科学研究表明，健康适度的性生活不仅能增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能显著改善他们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幸福感。适度的性生活能帮助老年人改善心血管系统功能。性活动本身类似于一种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心脏和血管保持活力。在亲密时刻，心跳加快，血流速度增加，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降低血管阻塞的风险，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益。除了心血管健康，适度的性生活还能增强免疫力。性活动过程中，人体会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如内啡肽和抗体，这些物质能够帮助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医生指出，这种免疫力的提升虽然不是长期性的，但适度的性生活能让身体在短时间内得到强化。适度的性生活还对老年人的骨骼和肌肉健康有积极影响。性活动能让全身的骨骼和肌肉参与运动，既能促进骨密度稳定，还可以增强肌肉的弹性和力量，对预防老年人常见的骨质疏松症有帮助。心理健康方面，适度的性生活对老年人保持积极心态，缓解抑郁情绪有显著效果。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会感到孤独、无聊，甚至有些人会因为子女成家、朋友疏远而陷入失落和焦虑的情绪中。性生活能够提供一种亲密的陪伴，让老年人重新体验到被关爱的感觉，帮助他们释放压力，增进幸福感。当然，医生也提醒老年人，年纪大了，身体机能和耐受力不如年轻时，在亲密活动中要注意节奏和频率，避免过度劳累。在活动前可以适当热身，比如简单的拉伸肌肉，避免因突发动作而导致身体不适。适度健康的性生活对老年人有诸多好处。医生表示，老年人只要按照身体状况合理安排，性生活就是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益于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4. 老年人性生活有最佳频率吗？老年人的性生活到底该有怎样的频率？其实这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年过60依然对性生活充满热情，而有的人可能早已兴趣寥寥。所以说，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医生认为，老年人的性生活频率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要建立在身体和心理状况的基础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机能随着年龄逐渐退化，这是自然的过程，虽然性需求依然存在，但过度追求性生活频率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医生建议的适度，就是希望老年人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别让身体超负荷。有人会问，那医生给个具体数字行不行？答案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频率适用于所有人。有研究提到，老年人每月保持1到2次性生活是较为常见的情况，但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照搬这个频率。这里的关键在于，性生活过于频繁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疲惫，甚至会导致一些老年人出现心慌、气短的情况。如果每次性生活之后都感到精疲力尽，这就有点过头了，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节奏。医生建议，如果能保持性生活后身体感觉舒适、精神愉悦，那这样的频率就比较合理。对老年人来说，性生活不仅是身体需求，也是心理需求。适度的性生活能让老年人感到年轻，充满活力，也能缓解孤独感和焦虑，增进夫妻间的亲密度。但是频率需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不要因为一方的需求而强迫另一方配合。生活中，有些夫妻会因为对性生活的频率无法达成一致而出现争执。医生提醒，这种情况要多沟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节奏，避免勉强一方承受身体上的不适。老年人性生活的频率是没有绝对标准的，最适合的频率应该是自己和伴侣的身心都能接受的频率，做到不勉强、不强求，能够带来愉悦和满足才是关键。老年人的性生活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遵循自己和伴侣的需求和感受，找到适合的频率比盲目追求标准重要得多。结语：老年人保持适度的亲密关系，
尤其在伴侣双方情愿并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对晚年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适度的性生活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生理和心理上的益处，也为彼此关系增添了温暖和支持。正如医生们所指出的，老年人适度的亲密关系可以带来心血管健康的改善、免疫力的增强以及心理上的满足感。当然，适度的把握始终是关键，年长者的身体机能和耐受度已不同于年轻时，过度或不合理的亲密关系反而可能造成健康风险。保持良好的沟通，选择合适的频率和时机，注重卫生和安全，都有助于在确保身体舒适的前提下，享受亲密关系带来的愉悦与支持。在面对老年生活中的挑战和孤独时，适度的亲密互动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珍贵的陪伴，帮助他们实现更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